蓝忘机突然感觉自他在莲花坞定居过后，魏无羡便不知为何乖巧的厉害，万事随他。他摇摇头，道：“亥时将至。”魏无羡一敲头，懂了，怪不得急，蓝忘机要就寝了。想起当年玄武洞的经历，再结合蓝忘机方才的话，魏无羡再度佩服起他们家的家规来，伸手在蓝忘机的肩膀上拍了那么2下，点头道：“我懂。”顿了片刻，又道：“蓝湛，我当真特别佩服你和你们家的家规。”蓝忘机听得不明所以，旁边江澄与金子轩听了2人的对话，也是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脊背发麻，还未缓过这阵痒麻之感，魏无羡已经牵着衣袖，带着人扬长而去。金少宗主说话还有些发颤，却对杂依旧有着某种坚定不移的执着。江宗主。江澄金子轩道：“杂。”江澄扶额，逐字逐句开始解释，以免经魏无羡与蓝忘机的次答击，自己再说错什么话。前几日不知为何，韩光君每晚都会落在魏无羡的床榻上。金子轩点头，江澄木着一张脸点头，你没听错。金子轩小声嘀咕：“这等好事怎落不到我头上？”江澄没听清，问道：“你在说甚？”金子轩不顾仪态的将头猛摇：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魏无羡牵着蓝忘机回房，眼看亥时将至，因害怕耽误了他休息，动作有些匆忙，风一般的换衣洗漱，见蓝忘机依旧慢腾腾的动作，不觉有些心急，上前替这人解着衣扣，催促道：“蓝湛，你快些！”谁想有了他的动作，蓝忘机非但没有听话，反而彻彻底底的僵成一块板子，再也没有动作了。半晌才颤颤巍巍开口：“不必着急。”魏无羡点头：“对，你是不必着急。”亥时一到，眼睛一闭，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倒头便睡。蓝忘机道：“并未有那么夸张。”魏无羡想了想道：“也对，毕竟夜猎之时不允许倒头便睡的哈。”不过片刻，便发现这人当真悠闲到了没有动作的地步，惊叹道：“哎，蓝湛，你为何不动了？”蓝忘机怨不得他不敢动，只是2人离得过近，还是清醒之时，魏无羡一只手在他身上捣鼓不停，稍有动作，身上也就难免磕着碰着一些。魏无羡显然也意识到此事，沉默片刻，不知悔改，又进一步。蓝忘机他也后退一步，不过僵硬的身子做出的动作有些机械，这一步退的距离不是很大，起到的作用也微乎其微。魏无羡若有所思，再进一步。蓝忘机出声阻止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眯着眼，严肃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何事？”对视半晌，魏无羡方才挺严肃的一张脸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弯着腰在蓝忘机身上捶了2下，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害羞个什么劲儿啊？”蓝忘机依旧不敢动。魏无羡再道：“不过如今我俩这般，当真像是2口子。”蓝忘机再度紧张起来，胡闹。却只见魏无羡双眼发空，似乎在走神。蓝忘机也因他的行为呆愣片刻，见这人还没有反应，便伸手去碰魏婴。魏无羡唇颤了2颤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说。蓝忘机稍微凑近，侧头细听，终于将他所言听清。魏无羡好像还差个小的。蓝忘机遏制住自己眼睛往眼前之人小腹处瞟的欲达望。蓝忘机违背了数条家规，又急又乱，非常失礼，极其不雅正地将自己收拾好，先魏无羡一步倒在床榻上，不管是否睡去，总之是将眼睛闭上了。翌日，莲花坞众人与金子轩、蓝忘机动身，准备前往金陵台，与各家集合，准备摆凤山围猎。江宗主叉腰皱眉，黑着一张脸，盯着姗姗来迟的蓝忘机与魏无羡2人，咬牙道：“魏无羡，你挑个日子早些起床能怎样？”魏无羡毫不在乎江宗主的黑脸，打了一个哈欠，眼角挤出几滴泪花，无奈道：“我昨日早起了整整1个时辰，如此推算，今日就算晚1时辰都不为过的。江宗主宽宏大量，定会体谅我的。”江澄问：“早1时辰？我怎不知你昨日早起了1个时辰？你做甚去了？”魏无羡嬉笑道：“带蓝湛上山捉山鸡去了。”咔嗒，江澄用尽全力，才将险些出鞘的3毒摁回去。捉山鸡。魏无羡乖巧点头：“还烤了。”江澄的声音阴森森的：“烤了。”魏无羡诚恳道：“蓝湛烤的，可香了。”说罢，默默踱到蓝忘机身后，
抱头蹲下，确定自己身形未再露出去半分，便不再动弹了。江澄拔出3毒，放在手中掂量几下。魏无羡听到利剑出鞘之声，伸出2条手臂，将蓝忘机大腿一圈，抬头道：“蓝战！”蓝忘机，韩光君，救命啊！江厌离在旁看够了，也笑够了，伸手把江澄持剑的手臂压下，柔声道：“时辰到了，该启程了。阿成就暂且放阿羡一马吧。”魏无羡在蓝忘机身后点头：“对，江澄你不要小气吗？江宗主，